上一讲我们介绍了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在量子力学中，一切物质好像都是一团不确定的云。薛定谔的猫的思想实验其实说的也是这个情况。薛定谔把一只猫和一个量子装置关在了盒子里，装置会把猫弄成既死又活的这么一种特殊状态。但是咱们谁也没见过既死又活的猫，这种状态我们永远也看不到。这就引出了我们这一讲的主题：量子世界从来不直接向你展现它的样子，只有在测量的时候，它才会呈现一个样子给你看。你打开装着猫的盒子，就是完成了一次测量。打开盒子后，呈现在你面前的，要么是一只活着的猫，要么是一只死掉的猫。为什么量子世界的呈现要依赖于测量呢？这里说的呈现，是说测量量子世界的现象时，可能产生各种结果，而这些结果会呈现一定的概率分布。日常生活的什么情况会出现概率呢？想象一下，如果你叫我测量人类的身高，我总不能随便抓一个人，测完以后就告诉你这是人类的身高吧？怎么办呢？我只能随机抽取100个人，测量这100个人的身高，然后把结果画成一条身高分布曲线，最后再告诉你，有 90% 的人他的身高就在多少到多少这个范围里边。你看这个结果是否就有概率啊？但是到了量子世界，这个事儿还有点不一样，因为这个时候就算你只测量一个人的身高，他的身高也像一群人的身高一样，是呈概率分布的。因为在量子世界里面，物质它总是同时处于很多个状态，就好比交响乐里面我们能够同时听到很多个频率的声波一样。在咱们这个例子里啊，就相当于这个人同时拥有很多个身高，当他的身高呈现为仪器上的读数时，仪器不可能一次呈现他所有的身高读数，每一次测量只能呈现一个，多量几次以后你会发现，结果就会呈现一定的概率分布。为什么量子世界会有这样的概率性呢？因为波粒二象性的存在。波是连续的，无限可分，但是一个粒子它就是一个基本单元，它不是无限可分的。当我们研究波粒二象性的时候，我们就得按照波的无限可分，把不可分的粒子进一步往下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唯一能分的就是粒子出现的概率。波粒二象性永远存在，所以这些概率也永远存在。量子世界只能以概率分布的形式向我们呈现。我们刚才说，在量子世界里，反复测量一个人的身高会得到一个概率分布曲线，但这还不是最奇怪的。最奇怪的是这个概率分布它还不是一成不变的。你要是换一个测量方式结果和概率分布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就有点像你和一个熊孩子玩游戏，孩子把双手背在背后，让你猜他哪只手里握着一只鸟。你要是猜鸟在他左手，他为了让你猜不中，就会在背后把鸟换到右手。你要是猜鸟是活的呢，他就狠狠心把鸟掐死再给你看。你看你的问题决定了他回应的方式，这就是测量方式不同，决定了呈现结果的不同。我再来具体解释一下，在量子世界里这个测量结果到底是怎么个不同法。比如我们有一个光子，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根弹簧，弹簧摆放的方向不一样，它振动的方向就不一样。但我有好几种办法测量它。如果我问它，你是上下振还是左右振呢？那么测量结果反馈给我的就是只有上下振或者左右振这两种情况。但如果同一个光子我换一种测法，问它是不是在斜着振，这个时候测量结果就变了，不是原来的上下振和左右振了，而是变成了英文字母 X 那两个笔画那样，那两个倾斜的方向都可能是它的结果。我还可以换第三种测法，问它是不是边振边转圈，结果问完以后它就真的会变成边振边转圈，可能是顺时针转，也可能是逆时针转。你看，光子的测量结果取决于我的测量方式，这就叫横看成岭侧成峰。横看和侧看说的是测量角度的不同，看同样的东西也能看出不一样的画面来。其实这个事情如果用波粒二象性来解释，那就更好理解了。测量就是我们用宏观仪器去提取量子状态的信息，量子就是波粒二象性，这个概念比粒子要高一个维度，
我们用粒子性的宏观仪器去测量玻璃二象性，这就相当于你给庐山拍照片，用二维画面记录三维庐山的信息，当然是拍摄角度不同，拍出来的照片就不同了。这还没结束，测量的方式啊，不仅能决定结果，还会导致这些结果会呈现不同的概率分布。这句话听得有点难懂，我拿一个现实的场景给你打个比方吧。如果你看过 3D 电影，那一定会有这样的经历。在电影院里面，你要是不佩戴电影院给你配的测殊眼镜，屏幕上的画面就会有重影，因为放映机会把两个稍微有点不同的画面同时照在一个屏幕上。那为什么戴上眼镜就清楚了呢？这种眼镜叫线性偏振眼镜。当光子打在这种眼镜上的时候，就相当于发生了我们刚才说的一种测量。放映机发出的光子分为两种，一种是上下振的，一种是左右振的。其中呢，左右振的光子通过左边镜片的概率是100%，通过右边镜片的概率是0。上下振的光子相反，通过左边的概率是0，通过右边的概率是100%。你左眼和右眼看到了不同的画面，才感受到了 3D 效果。但你可能不知道，这里边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把头摆正，让镜片正对着屏幕。如果你的头歪过来靠在肩膀上，镜片也歪了，那你就会发现又出现重影了。这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是改变了偏振眼镜的测量方式，让光子通过镜片的概率变了。你看，这种变化程度跟你歪着头的角度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调整测量方式来控制光子通过的概率到底是变大还是变小。测量方式就决定了量子概率的呈现方式。如果我们再追问一句，在测量的瞬间，量子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才出现了概率呢？很可惜，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论，这也是量子力学不同解释的分歧所在。比如，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认为，测量的时候发生的波函数坍缩，量子概率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动出现了。这里的波函数是量子力学描述粒子状态的一个数学公式。那坍缩又是什么意思呢？想象一下，有一个光子即将打在屏幕上，在测量前的那一刹那，波函数算出来说，光子出现在屏幕前所有的位置上，这个景象就像一大片光子云。但是测量发生的时候呢，光子它只出现在了屏幕上的一点，这个时候它的波函数就变成了那一点所对应的公式了。于是哥本哈根解释认为，是测量让前一瞬间的那一大片光子云坍塌收缩成了一个点，每一次收缩的位置还都不一样，这就是波函数坍缩。这种解释对吗？在我看来，无论这个解释对不对，它都是一个成本最小的解释，因为其他解释都很复杂，要么要引入平行宇宙，要么修改薛定谔方程。至少现在，波函数坍缩这个解释是符合实验的，能够帮助我们认识量子世界。所以虽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论，但是主流科学界它都已经默认了波函数坍缩这个说法。我还要补充一句，我们说的测量让你感觉会破坏原先的量子状态。比如说光子原来可能是上下振的，你要是斜着测呢，它就变成斜着振；你要是转着圈测呢，它就变成转着圈振。没错，我们可以把这种测量叫做破坏性测量。从80年代开始物理学家又发展出了一种非破坏性的测量技术，它并不违反量子力学的原理，只是选取了一些特殊的、不容易被测量破坏的物理量进行连续测量。你看，量子世界是不是有点像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它从来不直接呈现它的样子，所以你不太说得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是有了概率以后呢，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能够借助概率把量子世界研究明白。概率就是我们认识量子世界的接口。总结一下我们这讲的内容，量子的状态通常是不能直接测量的，我们只能借助概率来认识它。量子的概率很奇怪，你的测量方式决定了结果有哪些，还决定了结果的概率分布。这些概率的来源我们现在还没有定论。我们常用的说法是，在测量的时候，波函数发生了坍缩。最后留一个思考题，在物理学之外，
还有哪些事儿，人们一开始是以为不清不楚，没法研究的，但实际上呢，它却是有办法进行定量研究的呢？欢迎留言说说你的思考。这一讲我们说概率的来源还没有定论。历史上，爱因斯坦曾经因为这个问题和波尔发生了一次大辩论，这也就是我们下一讲要详细讨论的问题。